好，我们刚刚上一 part 讲到了哈，说中美双方呢，从军事、经济到科技，好像每一样都对上了。但是现在呢，有一些部分因为高官开始对话，还是希望能够恢复往常的这样沟通。对话畅通的模式，像是经济领域的部分。好，在叶伦呢，他去中方访问之后，现在中美双方正式成立的是经济领域的工作组，里头分什么？里头有分经济工作组，还有金融工作组。他们说会定期的来举行会议，然后有问题，叶伦说了，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对话。这个很重要哦。其实不是第一次，人家以前是有的，是后来呢，川普要跟中方这边进行贸易战才戛然而止。现在这个部分的对话是回复了，但是呢，现在也开始有人在讲啦，说是不是中方现在因为他们所谓掌握了某一些的资源，所以会有以商逼政这样子的问题存在呢？掌握的是什么？是加跟者，还记得吗？几个月之前呢，他告诉大家，加跟者呢，他们要管制。好，现在确实，当你提出申请之后，他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只是管制，我们不是完全禁止啊，包括目前已经有一家美国公司，它恢复了中国商务部的这个拿到他们的出口许可，所以呢，他们就可以继续的供应生化家还有锗这一些呢，他们说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先提出申请，所以目前呢可以继续的来进口。而至于呢美国的部分，先前也听到了，他们对 TikTok 呢好像是会出重手，甚至把人家的这些领导高层啊，通通叫来问，对吧？怎么好像没有后续啊？后来大家说有原因的，选举要到之外，你还要知道哦。Wall Street Journal 的报道，金融大亨啊，他其实是 TikTok 的一个大股东啊，他拥有15%的股份。所以呢，这一位美国的金融大亨叫做雅思，他开始呢在有给一些政治现金，那开始在做一些国会的游说，包括了很多的保守派人士，他们都有去接触。所以呢，这种方法好像就让共和党这一边成功的放弃禁用 TikTok， 而是立法来保护用户的个人资讯。美中之间你看到很多地方好像直接的对抗，但很多地方其实确实还没有办法完全切割开来，只是中方现在也不是以前的中国。以前的中国呢，告诉你大学毕业你得要有一定的英文能力、美语能力。现在呢说这个第一枪在西安交通大学，告诉你毕业的时候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全国标准化的英语考试了，也不用再通过其他的英语考试，你就可以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好，开始很多人在网络上说认同啊，我毕业的是中国的学校，为什么我需要透过外语的考试来验证我的能力呢？而其实呢，这样的一个氛围，可能也是从科技上面的对垒开始。最近对上的就是华为跟苹果了。看看任正非怎么说的。他说啦，美国确实有对他们做出一些打压跟制裁，但是华为会越困难就会越兴盛。他特别强调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社会上面国际上面的这些秩序跟标准，其实是美国来定的。那这一些呢，当然就是以他们的标准来希望大家跟循。但现在呢，衣服补来补去，到处都是补丁啦，所以中方其实会建出自己的标准，而且他还说会比美国的来得好。讲这句话有底气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华为被大家实测发现，说网络实测现在还真的是遥遥领先。网友的实测呢说 Mate 60 Pro 比iPhone 15 Pro 快了大概有5倍之多。但是呢，我们来宾等等呢，刚刚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呢不同的人实测或是不同的标准，也许他做出来结果不一样。好，但是呢，确实双方现在就是对上了，甚至连抢人都抢上了。据说啊，富士康门口在招募，然后呢，就会有人跑过来跟你说，小伙子，有没有学历啊？有没有证书啊？你要不要来我们华为来做事啊？我们还有车子直接给你送去面试，两边在抢人才，而且呢，直接告诉你，我福利待遇绝对比富士康来得高，来得好。而华为现在所引爆的这一波的民族情绪，也在中国这边出现了，有连锁酒店的 DM 上面直接写了，如果呢你是华为 Mate 60或50系列手机的机主的话，
你来我就送你一份苹果。真的是大家很懂得做生意，也很懂得利用这一波的趋势。但是请教杨老师，这一波民间有一些情绪上面的反应，但是官方好像真的开始链接起来对话，希望能够更正常化。是的，我们看到现在中美的关系在高层互动层面呢走向稳定化，然后呢管控化。那9月16、17，王毅和苏利文在马耳他岛见面。9月18，马上韩正和布林肯在联合国纽约见面，而且双方是这个对话型的，不是单纯的一个会面。然后呢，拜登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以及习近平针对飞虎队的这个电文，其实都在谈到双方的这个互动合作。当然，同时你也看到在军事面，美国在黄海做演习虽然是虎头蛇尾，但是科技面你也看到美国的议员要求要针对华为的这只手机，要针对华为跟中芯国际做更进一步的全面的这个管制。虽然商务部还没有任何的动作，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因为就是何立峰和叶伦，然后呢，他们的对话现在成立了经济跟金融工作小组。在王毅跟苏利文对话的时候呢，他也说要成立针对亚太事务，然后呢海洋事务还有外交事务的双边的磋商的这个机制高层的磋商机制。所以现在已经有5个了：金融、经济、亚太、海洋、外交。那什么时候会不会有军事？那当然就要等待，也许王毅访问美国，或是到11月真的有习拜会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拜登在准备他明年要竞选总统连任的时候，进入到真正的选举期之前，把中美关系要做一个定调，要做一个稳定。这个当然对中国大陆也是一直他的这个大国外交的这个政策方向之一嘛。但是问题是你讲到就是特别是这个加耕者的情况那我们看到8月份，因为他是7月3号说他8月1号开始要管制，是的。结果7月份的出口的量是6月的2倍，因为大家怕嘛，就赶快申请。那申请也照批，因为当然他批准要一段时间，所以到8月到现在为止，大家问说，8月1号到目前好像没有一些这个新的结果出来，那是因为大家申请的在观望，比较没有提出申请，因为7月份就主要提出申请了。然后呢，在8月下旬提出申请的时候，这个时候得到了这个批准，那也没有禁止就是美国。可是我再看有没有禁止日本跟荷兰我觉得荷兰它不会完全的放但是呢也不会完全的禁。日本这一块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对日本，因为日本在7月23号采取23样这个相关的材料跟设备是全面的禁止出口，当然也都是针对中国的。英文这个问题我讲一下其实西安交通大学，我们新闻看完整，他也说他只是不用最后的考试了，但是他还是继续的要求同学以英语的上课，他并没有去否认英语的重要性。任正非谈到美国打压的时候，他反而讲到了，他说英语跟数学是一定要学的那他特别讲，否则农民就不能翻身那也就是说，其实你把这个数学跟英语这个不要用一个民族主义的角度，而又现存现在的世界互通的语言。那你跟非洲国家去做互动，或者是你跟这个比如说中南美洲国家做互动的时候呢，那你怎么办？用翻译机吗？当然那也不错的选择了。但是呢，可能英语还是一个世界性的语言。那当然，我觉得中国大陆是有这个底气了，它是可以把中文更高的提升到变成它自己本身供应链跟它科技内部的一个标准。就像现在越来越多，其实这个写病历也要求用中文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趋势。可是呢，英语也不因此马上就会被这个抛弃掉。是，来请教彬哥。我觉得这个美中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开始从很激烈的对立竞争当中，一直努力的想要重新找寻一条双方可以再回归相对缓和的竞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开始重新又成立了这个经济对话这个工作小组，那这是好事啦，因为这两国其实都知道，如果再这样斗下去，恐怕对两国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那还是要至少把目前针锋相对的情况稍微扭转一下。可是这就代表中美之后会逐渐走向相对富有建设性，然后双方能够携手并进吗？我跟大家讲，绝对不可能，绝不可能。
只是美国自己知道，在现阶段，他如果一脚把中国大陆踩死，就算他有把能力踩死，他也自己要受重伤。所以他了解这个状况之后，知道目前不能做这件事，所以只好采取一个相对和缓。可是他恢复成立这个工作小组，他对中国大陆的相对其他制裁并不会放松，还是会持续进行。在军事上，他还是会不断的在亲门踏户，在中国大陆四边周围，不是做军演就是做骚扰，他一定会做这些事情。那中国大陆的应付的方式其实也差不多，也就是他心里头也很清楚，美国不会轻易对他放手，所以谈我跟你谈，可是呢，其他的东西我能不理你还是不理你。那在这个加跟者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他就是运用了一个手段，什么手段？我没有说要进哦，我只是叫你来跟我申请哦。但是申请呢会不会过，就要看我现在跟你关系怎么样，就是这么简单啊。如果你最近对我不错很好，那我可以开放啊。那如果你像日本一样，最近拼命在限制我的东西，尤其你又放核污水，我叫你不要放，你还不听，那我们就看着办，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手上的武器当然很多，那这是目前他最先丢出来。其实西方还怕他后面的，因为后面的其他的贵金属啦，一些其他的这些东西，中国大陆几乎都是全世界开发技术最成熟，然后生产量最大。那如果中国大陆在对这些东西都开始采取一些禁令的话，那美国跟整个欧洲的这些产业，包括日本、韩国，他们都要头痛，因为现在高科技产业几乎都在仰赖这些东西，那他不可能完全不用这些东西，他们自己的生产也有问题哦。那导致华为这个 Mate 60 Pro 这个测试，我是觉得大家看看就好了，因为说真的。这个就是他拿网络的这种很基本的这些软体，然后直接现场测给你看嘛。那看起来好像他就直接比较他的网速真的就比较快。可是我刚去查 Mac Rumor， 它上面宣称那个 iPhone 15 Pro 宣称的速度就只有800 Mbps， 所以比它这个实测速度还要慢200多。那表示华为真的比较强吗？因为之前华为 Mate 60 Pro。去测试，有人去测试说它可以达到5.5G 的传输，对，所以如果这个测试是符合科学检验的标准的话，那它确实本来就应该要比 iPhone 15快，因为 iPhone 15是5G 手机啊。是。那如果 Mate 60 Pro 能够达到5.5G， 那它比它快是正常的。只是我是不太相信。那个 iPhone 15 Pro 对，只有196，我是不太相信的。如果它真的只有这种网速的话，那就不得了。我看根本不会有人买，恐怕是退货潮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测试恐怕有一些客观的标准，还是要有科学精神的去把它建立之后，才能够做真实的比拼。那至于说华为，它当然最近掀起了这一波波潮，很多人也恐怕也因为这样子，就是弃苹果去转华为。但是我也提醒大家，苹果在大陆还是卖得很不错的，真的，它一样还是抢，很多人在抢的，所以也没有到那种那个华为一出苹果就兵败如山倒，也没有到这种地步。因为你要知道，很多人买苹果基本上是一种信仰，就好像我太太就是只买苹果，为什么？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没有，我只会用苹果，因为 Android 系统她不会用啊。很多人是因为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去把华为神化到好像它一出来，所有的手机都会完蛋了。其实也没有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其实就是双方各有各的好，但问题是呢，大家就讲了，那就是让它回归到市场上面啦，消费者可以各自来选择。那只是呢，先前确实华为在市场上面是有受到了一些限制的。请教李正杰将军怎么看？我们先讲这个英文哈，各位记不记得，就是那时候习近平中美关系还不错的时候，习近平到美国去，然后去拜访川普，然后川普把孙女叫出来，背了一首唐诗给习近平听。我不知道这个印象，大家新闻这个镜头大家还没印象？记得。那川普还洋洋得意说他孙女会中文。对。其实我这种事情，我后来有一次我去美国到朋友家去玩，他那个小孩读耶鲁大学的，然后他也很得意，在我面前，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讲说，来背一首唐诗给栗叔叔听，还有背一首唐诗给我听。他特别跟我炫耀。说他儿子已经是耶鲁大学了，特别到北京大学暑假的时候到北京大学去学中文。其实这代表什么呀？我说你为什么要让你小孩学中文？他说因为未来的社会整个全球啊，这中国这块生意是跑不掉的。他如果说要往高阶发展的话，他必须要会中文，你必须要跟中国人打交道做生意。他不但要会中文，而且要懂得中国的历史文化跟一些背景，他才可以跟中国人打交道。就像我们现在讲说，美国经常讲一些什么中国通啊，或者他不是很肤浅的，只是认识中文怎么念、怎么读、怎么写，而是更要深层去了解
一些文化的意涵在里面。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尤其像我们最近看到，不管是任正非啊，或者是这个孟晚舟，他出来的时候，他都会带一句唐诗或带一句什么词句出来，那后面那个代表的意义跟意涵，很多大家媒体大家都去猜测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可是很简单、很复杂一件事情，在一首诗里面，他就把它表达出来了。那之所以说华为跟这个 iPhone 手机，我觉得这后面代表的意义不是说这两只手机谁的速度快，谁的速度慢，而是代表说后面两个大国之间科技的一个竞争的一个表象。对，表象在这手机上面。其实后面我相信所代表的不只是说这个手机的功能而已，而是代表它像华为来讲，它代表后面它整个供应链的一个问题，包括它这个晶片怎么制造出来的，还有它各种的材料怎么出来的，它的软体怎么设计出来的。那这个苹果那边也是一样，对不对？也是很多供应链，包括美国自己举全国之力要去制裁华为，要去打压华为，但是没有打压成功，甚至于现在已经燃烧到变成说已经是民族情绪的对抗。最起码在中国这边，就华为是他们一个精神一个象征，我一个民族情绪已经被激出来了。在这种状况之下，我相信。中国一定会举全国之力，从政府到民间，大家用这种全国，就像你刚刚讲的，下面那个饭店，他还要就是说你拿华为手机来，我就给你优惠，对，就会到最后就会被举全国之力。你弄到这个样子就很麻烦了，就像是当年韩国让美国部署萨德飞弹系统，那个乐天集团呢，最后在中国生意就倒掉了，因为你把中国民族情绪激出来之后，那后续来讲你要对抗的就不是一个企业，而是要对抗是一个14亿人口的一个民族的一个民族情绪的一个抵制。好，等等呢，广告回来之后也要来看看这两个国家，加拿大跟印度现在正式杠上了，等等告诉你。好，我们说哈，印度跟加拿大现在对上了，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呢，这个印度的总理杜鲁道讲了，说，我们这边呢有个加拿大的公民啊，是印度现在呢说这个锡克教的领袖，在我们的国土里头被谋杀了，所以呢，我们希望印度来配合调查。可是你问我为什么要指责和为什么要指控说有可能是印度特工？我证据在哪里？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轻易的把这个证据告诉你。好，可是呢，现在的这一些讲法，虽然他们有说啦，有掌握了部分人的通讯情报之外，现在呢，印度这边完全的拒绝有相关的回应。不过，五眼联盟已经开始有些动作了。美方这一天表态啊，说印度啊，你们就需要跟人家配合，人家要指控你，你必须要证明你自己的清白啊！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布林肯说话了，苏利文呢也直接讲了，说呢美方没有要给印度所谓的特殊豁免哦，这个是跟人权相关的问题哦啊，甚至呢，其实英国这边也直接的说拜登呢是有直接的跟莫迪来关切这一起的遇刺案的，所以在 G20 的时候呢，他们有曾经当面的表达这件事情，他们是相当的关注还有忧心。那印度这边呢，我们刚刚讲了，他们其实就直接讲证据拿出来啊，没有证据你们血口喷人啊。好，所以他们现在呢要反制的手法就是已经对加拿大的公民签证呢开始停发了，两国的商务观光客现在呢是非常的影响啊，原因是因为呢你现在如果要到彼此的国家去，不管是做生意啊，或者是访视啊，或有既定的行程，通通必须喊卡，影响人数呢大概光旅游的部分就有28万人左右。但是呢也有人说，这会不会其实是双方的一个民族上面的情绪？好，原因是因为有人提出来了，印度裔现在呢说快要，这个标是比较夸张一点点啦，说印度裔要占领加拿大了，因为呢他们发现了，从2021年加拿大呢有40.5万名的移民，这里头1/3通通是印度裔的人，甚至呢在北美的高科技公司里头，5家公司哦，就几乎所有的首席执行官通通都是来自于印度的。他们在美国、在加拿大，现在科技业里头，印度裔的人士大展身手，哇，感觉上好像通通都要被他们给包了一样。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加拿大、印度之间的有一些的问题，有一些的矛盾。
美方以及五眼联盟英国这边左右要如何来摆平？他两边都是朋友，两边呢都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者，这必须好好处理。好，毕竟呢现在拜登很忙啊。这个是 Wall Street Journal 的报道，他讲什么？说拜登政府现在呢，他们是希望能够促成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这边的一个和解，所以竟然是低调的允许沙特阿拉伯这边呢要用让他们能够进行浓缩铀的制作，然后来交换跟以色列建交如果真的是这么一件事情的话，那大家会非常关注因为在中东这边目前能够来做相关的核能的事件的，只有以色列还有伊朗这两个地方呢拥有核武。如果呢真的让沙特阿拉伯也加入的话，那这会不会变成另一个棘手的问题为什么会让他愿意这样来做交换呢？是因为整个国际局势在改变吗？因为来看看，也算是他的好朋友小老弟澳洲。澳洲现在呢说终于摆脱了15年的赤字了，出现财政盈余。好，同时呢，现在他们也说了，说现在啊，他们这几年的赤字跟中国的贸易限制是有关系的，两国之间越来越好了，贸易问题逐渐的在解除了，甚至还说了，有可能葡萄酒啊这些反倾销、反补贴的措施案，双方可以坐下来谈。也有可能什么是一篮子的方案也就是先前不止酒的问题，还有龙虾的问题，还有小麦的问题，还有澳洲牛肉的问题，有没有可能一次性的一起解决？那如果真的可以一起解决的话，是不是表示过往所谓15年的赤字，这真的就有机会一次摆平吗？好，这里头不只是国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钱袋子的问题。回过头来，请教杨老师，您怎么样来看这印度跟加拿大之间的冲突？现在呢，五眼联盟这边是不是要出手了？我觉得不会，因为加拿大其实杜鲁道把现在他自己陷入到了一个困境。这个困境我觉得其实就揭露出美国在就是五眼联盟之间，在针对中国的围堵要依靠印度的这种虚伪。那关键就是他其实掌握到资讯，他自己作为总理的身份已经跳出来指控是印度政府派遣特务杀了这位就是锡克教的领袖，在6月份的时候。对，但他还凶手抓到了，他还拖到8月，还亲自到印度去参加G20，然后呢不欢而散，跟莫迪回来之后，大概觉得实在是受不了，用个人指控。杜鲁道，加拿大政府，你应该就自己公布了，他为什么不会去公开相关的证据呢？你总理的指控不就等于是官方的指控吗？然后呢，你还驱逐了负责安全的印度的外交官，那你就为什么不公开你的证据呢？因为一旦公开证据，就太没有办法转圜。那这个时候，美国的副总统是什么意？英国的首相是什么意？爱尔兰的总理是什么意？都是印度裔，对不对？所以呢，不要说华尔街或者是矽谷，还有 NASA 有30%都是印度人。这个当然，因为印度人口多，而且他们从小那个数理教育是你难以想象。他们不是背99乘法表，他是背19乘19乘法表，而且一切都要求用心算。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最重要关键是，美国依靠中国的依靠印度要去制裁中国。那在 CNN 访问就是前天澳洲的外交部长黄英贤说，谈到这个印度跟加拿大问题的时候，那个阿曼普尔很有名的这个主持人他说，这个事情会不会造成推动印度远离中俄，然后呢构成影响？那是不是把我们更进一步推到了中国的威胁？哇哦，他根本就把印度跟加拿大的问题放在一个中美对抗以及中国威胁的框架之下。所以你觉得这个拜登会出手吗？苏纳克会出手吗？这个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子下去。那至于拜登要让沙特阿拉伯拥有所谓的民用核武民用的这些核能计划，我觉得他就是第一个，他在加强美沙之间的关系。这也蛮讽刺的，沙特阿拉伯曾经暗杀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而拜登还亲自骂，就是这个沙烏地的王储。那可是呢，你看看比较他跟这个印这个加之间，他就变成两面人，对不对？我觉得关键是他要让沙特阿拉伯自己去发展核武计划，来去牵制伊朗，这是一个他在中东战略
的一个做法。好，来要请教彬哥。我觉得哦，基本上杜鲁道年纪也不轻了，怎么跟个小屁孩一样？因为这种事情你怎么会是台面上直接对着莫迪去讲这种话？那这两国不决裂要等什么？我觉得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如果你一开始就打算是要得罪莫迪，就是两国要翻脸，那你就翻个彻底，就像杨耀明教授讲的一样啊，你直接把证据直接亮出来，让莫迪百口莫辩嘛。不就结了吗？结果你在那边讲了这么大声，就告诉大家，我证据绝对不会拿出来。那请问一下，这什么意思？那不是把整个事情闹到这么僵了，你证据都不拿出来？那请问一下，这个事情怎么收场？所以我觉得他为什么不拿出证据出来？你知道？我认为是拜登就要不要拿出来。对，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拜登知道已经拿出来就整个完了嘛，没得谈。是。其实拜登一直是希望杜鲁道去帮他干什么？去帮他拉拢印度进来。因为他们希望，现在美国希望就是印度加入他们的整个联盟，去围堵中国大陆。结果我叫你去当那个说服他，结果你去把他搞得跟他快开战。那请问一下，到底在干嘛？那你看到集团体啊，现在美国故意讲说，其实拜登在那个集团体的时候也有去对莫迪讲说表示关心哦。问题是他这样附和，你以为你认为他在讲什么？你认为他是美国政府宣称的所谓的我很关切哦，你们到底有没有谋杀这个锡克教的这个领袖？还是他说你放心，这个小屁孩我帮你搞定？你觉得比较像哪一个？大家自己去想想看。我认为拜登绝对不会想在这个时候去追究锡克教的领袖被谁杀的问题，因为这个事情关拜登什么事？拜登很在乎吗？不 care。杜鲁道要在乎，为什么？因为锡克教徒在加拿大很多。对，他会如果他不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的话，他内部会有一些反弹的声浪，他可能会承受不了。所以这是杜鲁道的麻烦，但是杜鲁道的麻烦，拜登不见得会在乎啊。拜登要的是解决自己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件事情搞到大家都下不了台，那美国一定会从中想办法斡旋。我也不认为什么五眼联盟会出动去对付印度，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认为莫迪就是看准你现在你们需要我，不是我需要你，所以他才敢做出这么激烈的反应。我觉得也是这样，而且印度人本来就是很要面子的民族，最近莫迪又正在造神。他们已经把他捧得跟神差不多了，所以他会做出这样的反应不奇怪。但我认为接下来欧美这些国家会想办法化解这件事情。那至于说沙烏地阿拉伯会不会永和，虽然这是他对美国提出来的要求，可是我认为以色列表面上可能为碍于美国的面子，纳坦雅胡可能不会拒绝，可我不认为以色列会认为沙烏地阿拉伯可以拥有核武。背上不是有个刺吗？对，我认为这件事情只是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而已。来请教一下李将军。刚刚听过前面两位的分析之后，难怪习近平上次在 G20 在巴厘岛的时候，这个跟杜鲁道讲说太天真了。对，我不知道各位前面没说，杜鲁道真的是太天真了。这件事情是6月份刺杀锡克教的这个印度派人去把锡克教分离主义的这个领袖刺杀掉。但是这个事情一直拖到8月份。你看8月份的时候，其实他莫迪跟这个杜鲁道两个有见面，场面会谈，但是你看那个脸色哦，这个莫迪哦，其实杜鲁道想私底下去跟莫迪讨论这件事情，但莫迪理都不理他，给他一个白脸看。所以说他回来以后，你还在讲这件事情，那不是真的是，正如习近平所讲，就是你太天真了。那不错，锡克教这个教徒，这些教徒在印度在加拿大大概有占2%，而且这些人都是有钱人。锡克教很奇怪，第一个他有钱，第二个他很勇敢，他很善战。他的特征就是两个，就是他头上包一个头巾啦，那就是锡克教。另外一个男子身上都要配着短剑，代表他为真理而战。锡克教也是很凶悍的一个民族。那这个民族在加拿大有2%，他又很团结。那杜鲁道需不需要有这些人的选票？他当然要这些人选票，也希望这些人在这个他竞选的时候，在经济上面能够支持他。那现在他们的这些分离主义的首领被暗杀掉，他们也希望说杜鲁道替他们讨回一个公道。所以杜鲁道其实现在是夹在中间。可是我必须要讲，就像是杨永明老师刚刚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美国可以牺牲你杜鲁道，但是他不愿意牺牲印度，对印度比较重要，对对抗中国比较重要，还是你杜鲁道可不可以继续连任比较重要？这个一看就很清楚，拜登打的是什么算盘嘛。所以难怪习近平讲说杜鲁道这个想法太天真了。另外我讲一下这个拜登允许
沙烏地拥有浓缩铀啦，这些还不是，他是说我让你有这个浓缩铀，让你去发展一些你的核能设施、核电厂，但是不代表说我同意你拥有核武。可是你沙烏地阿拉伯等到你拥有这些浓缩铀的时候，它到达多少浓缩啊？只要90%还多少就可以发展成核武。美国对于中国的威吓呢？那当然就在于半导体这一块是它重中之重，被形容说是最后一波很激烈手段的是，商务部最新发布了一项针对遏制中国扩张的监管措施，也就是什么呢？半导体这个相关的厂房或企业哦，只要获得了联邦补助的企业，任何1块钱都一样，就要求不可以在中国大幅提高产量或扩大生产设施。所以说要扩厂啦，增加新的工厂啊，新的投资，通通不行。时间有多长？10年之内，你只要拿过联邦政府1块钱。然后你去中国盖了新的厂或者做了新的投资，你就会面对可能的限制措施之后监管措施的刑罚哦，相关的罚则。那当然，接下来是赶在中美工作组要启动之前发布这个很严峻，对厂商来讲是不是有威吓的效果呢？看起来还蛮厉害的啊。例如锗跟镓这2个贵金属出口。现在中国是用这个方法来抵制美国的，但是呢，中国宣布在成立这个经济工作小组、金融工作小组之后，由美国财政部宣布启动之后，马上就要来谈了的时候，要不要怎么局部开放啊，怎么的合作啊？趁这个组快要开始开会的时候，先宣布商务部的杀手锏啊，让你来不及在会上讨论吗？路媒报道说，美国半导体晶圆制造商 XT 最近就发布了一个声明，说在中国的子公司已经获得商务部授权初步许可，可以恢复部分客户供应镓跟锗的制品，部分可以哦。而 NBC 也报道 ，ST 跟中国有重要的军工电企业中国电通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企业部分还是可以得到中国大陆的镓跟锗哦，只要跟中国的关系好，还没有全面被围堵，不像美国这样。那么美国副国务卿讲了一句话，最近引起蛮多的关注，就是美方没有办法把中国排除在关键的矿产供应链，也就是重要的金属相关的贵金属资源哦。他说，中国在矿物原料加工领域的关键地位，意味着中国仍然将是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这是副国务卿公开所讲出来的话，还是要跟中国合作，因为排除不了。又一边要排除又要合作，只看着挑选项嘛你看看刚刚那个最新宣布的很严峻的监管措施。华为再来看看，这也是被管制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科技，想要围堵中国的科技发展，不是吗？那华为被说是全部梭哈了的概念孟晚舟说，接下来未来10年将会全力投入 AI 人工智慧。其实从云端的这个元宇宙到 AI 很短，元宇宙一下子就泡沫了。现在最红的产业，一切就是往 AI 去发展。CNN 就报道，华为最近指出的新战略，将在10年里把所有的重点资金、人力统统投入在 AI 人工智慧里头。预计未来20年的时间，优先考虑的是云端运算、智慧财产权，那么致力打造华为成为中国坚实的运算骨干。包括习近平跟比尔盖茨企业家、美国企业家在6月见面的时候，还曾经说过，那么欢迎把 AI 科技带到中国。5月的时候还说要加快建设，像包括了中国现代化产业的汽车等等的把握 AI 的浪潮。而其中汽车，华为云就发布了盘古汽车大模型，这个厉害了，就包括了汽车的生产设计，这个业务的场景，通通都可以包含在内，尤其是自动驾驶它学习训练周期从2周以上缩短成2天，就可以学好了这个路线跟自动驾驶。无人驾驶曾经卡在说这个复杂的环境还有网络是不是可以够覆盖这个是关键。但是在9月10号的问界新的 M7 发布会上，就已经告诉大家，它可以让高阶智能驾驶年底就覆盖全国的城区。这牵涉到是不是无人驾驶可以真的顺利的安全的运行。那么华为还有个商用的 5.5G， 大家都还在 5G 普及化的情况之下，它已经完成了 5.5G 的关键技术吗？大家五连一杆这样的应用验证宣布出来的时候，告诉全世界说
2024年要出的就是商用的5.5G 全套的网络设备，这可能就会让很多的本来科技领先的西方的国家就感到，可能要观察一下，担心是不是超过了本来要限制人家的美国或西方国家了呢？那当然，苹果跟华为大战，这已经是国仇家恨，西方世界跟中国的对抗。iPhone 15到中国大陆去发布，效果如何？其实还是排蛮长的队的啊。我们可以看到画面，除了线上的预购一下子就爆炸之外，你看看要排队买新机的实体机，还是长长的长龙，大家都要买啊。那只是说，这排队可是从凌晨1点就开始排的哦。那果粉被外媒访问的时候，都回答的比较保守了，就是例如说，有个上海果粉被访问，他就回答说，因为我用苹果很多年了，习惯了啊，基本上每年都要换，但是今年这个让我有点不是很满意，不是很满意还要去排队。还是说被访问，不得不这么说，不清楚。但是的确还是有这商业市场的竞争，当然是民众消费者自己的需求来做选择嘛。所以呢，但是这个2个企业之间竞争是很白热化的，包括一些细节，充电线大家就消费者测试啊，这个充电线应该是各厂牌都可以充电才对，唯独苹果充电线就是不能够用在华为跟荣耀的手机线上，就是要分庭抗礼，我的连个线都不让你充电，不让你有电就对了啦，大家分开来用连相关的配品都一样那现在还有一家公司被关注，当然是蔚来汽车，它也出手机。不过呢，这个蔚来汽车它是说，它强调它不是为了要跟手机业者竞争啦，它要竞争的是一个更全方位的这个汽车产业因为不想被苹果如果用手机相关资讯来控制他的汽车，他们觉得不好不安全他们强调说，2025年如果说苹果汽车出来的话60%甚至更高比例的用户会使用苹果手机来做相关的控制跟控管跟影响，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会认为一点防御都没有。所以未来 CEO 李斌他说，我们出的这个手机其实是专门针对他们自己的汽车，只要跟汽车的手机这个侧边有一个独创的车控键加连接的话，就可以有一次控制直达30项车辆控制各种功能所有的相关的设施跟这个可能的云端的这个运作的能力方式，通过一个手机就可以搞定。所以他说他要竞争的，其实并不是要往手机发展，是要跟苹果对抗还有就是要强调自己汽车产业的完整性我觉得你怎么看从雷蒙多最新的发布，对美中的对抗看起来还是不太有缓和的迹象吗？美国要打压中国崛起，让中国的 GDP 不要有机会或者很快的赶过美国的 GDP 的总额，这是美国人整体的战略目标，也就是他要永远当老大。那即使别人要当老二，也要离他很远，不可以进步的太快。他如果美国自己不能进步，而会要求你原地不动，不可以进步，让我永远保持领先，这是美国人的基本战略态势。只是用不同语言在讲那些什么，我是民主啦。那我补充一下，民主国家跟民主国家会打仗最经典就是美国。不要忘记19世纪有2场很重要的战争，就是美国跟墨西哥打仗打的是为德州的领土问题那不是民主国家跟民主国打仗吗？还有第二个，1940年代美国跟英国打仗，在哪里打？在加拿大打，那也抢到很多土地所以美国只要为了领土就不管民主不民主了，他只要为了他的霸权，不会管什么民主这种道德，完全不顾虑这个东西，只要他打得赢所以美国的霸权是其来有自，从美国内战就开始快速的膨胀那我们刚才讲的夏威夷只不过他最后一战后来菲律宾本来抢到了，没有想到被这个日本中途拦超所以后来才不成为事实。那你今天雷蒙多当然会继承美国这种霸权的传统嘛，我打不死你一家华为，那我还混什么？会把你打死不可所以华为还要再继续努力不能就此的松懈。那美国跟中国成立什么金融工作组经济工作组，简单讲，双方面打得各有损伤拿回去伤兵战敷一敷，准备下一波再来。那这个伤兵战就是经济工作小组跟金融工作小组，大家瞧一瞧暂时休息一下，这样子而已啦。你不会继续打中国如果以为这样不会继续打那中国的观念可以换一换了因为哪有那么简单呢？要准备继续打仗只是准备的更丰厚至于 AXT
也是个半导体制造厂，但跟台积电、联电不一样，它不是矽晶半导体制造厂，它是化合物半导体制造厂，就相当于我们台湾的稳懋哦，稳懋也是个很大的半导体厂，但它做的是化合物半导体，化合物半导体是用在通讯的一些半导体上面特别有用。那这一家呢？当然需要什么加跟者啊，因为那个通讯部分啊，包括什么雷达啦、无线电啦、光电通讯，通通是用化合物半导体的效率比矽晶半导体还要好很多，所以大家习惯上都是用化合物半导体。AXT 是美国最大的化合物半导体的厂商之一啊，它靠谁供应材料？中国啊，所以中国这个时候可能表示一点善意吧，啊，你来申请我都批准你买卖出口哈。美国的副国务卿承认美国没有办法把中国排在这种基本的矿产之外，这是早就知道事实啊。这是为什么美国政客会搞不清楚状况呢？哦，你排不掉，你就要合作；你排得掉，就拼命打压，是不是？像安卓系统不准华为做，逼华为自己做鸿蒙，所以讲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啦。至于这个任正非自己都是果粉啊，哦 ，iPhone 15啊，我相信华为公司已经买了一大堆，准备拆开来研究了嘛。所以任正非自己都是果粉的，那大陆有人也是果粉，也是很正常的。我看到他们消费者拿到开始在地上摔一次、2次、3次，哎呦，我们消费者看摔第4次就破了。是，大家会很心疼。其实不过那个华为更厉害，他们是拿汽车去压他的，他都拿这个来折磨自己的手机。哎，将军，宣传啊，宣传。是。这个买东西啊，尤其是像手机，你这个华为知道在很多地方受限制，这光刻机不给，日本的清洁液不给，这个封装的跟这个高端晶片在台湾，所以华为必须要弯道超车。我不知道走你的前路了，但是你苹果的优点我要学啊。苹果为什么开创性很好啊？因为它这个外形啦、宣传啦，你看看，当然华为要学。华为现在好不容易打出另外一条途径，他这4年被压得很惨了。他现在就找多方面发展了，他又搞汽车，又搞 AI， 现在更厉害的是搞云端。搞云端以后啊，那万物都连了，那你 Apple 能不能做到？做不到嘛。这个东西啊，一个优质产品你压不了多久的啦。你像我们两岸这个什么不通，翻墙的不是很多，看你这个节目的翻墙的就很多，对不对？他只有他想看，他要看，他就有办法。所以这个 iPhone 将来，我想短在3、4年以后，可以完全把苹果给打掉了，因为你苹果还没有到云端互联的状况嘛，你这个路子还没走，它现在已经开始了。因为这个东西啊，你远光看得远，跟你在屁股后面跟是2码事哦。那你看得远，你可能前面被压一段时间，等到你一突破的时候，那个你的对手就跟不上了。你要去跟对手，你永远差他一步嘛。所以任正非的思维很清楚啊，他我苹果我这个华为不纯美金啊，我纯人才。他为什么又可以弄到自动驾驶的汽车，又搞到云端？他在全世界搜刮一流的人才，不惜重金呢，什么数学天才了、化学天才了、物理天才都往他那边揽。所以你现在是被硬体技术压，对不对？但是他的软体的想法已经超前了。中国大陆的所有论文篇数已经超越美国了，那就代表什么？他的科研投资已经满地开花了啦。现在如何去把科研的成果花到商用的价值，中间有一大段。我们都知道很多专利是没办法到市场上去用的，一旦能到市场上用，它就不得了。所以华为啊，我们要看它3年以后，它的突破的程度，那就是石破天惊了。是因为 AI 的确是改变人类下一段文明的发展。教授怎么看？其实美国商务部最新这个措施是很严峻的，对于企业来讲会很大的冲击。只要在拿过补助，在中国投资10年内，包括台积电是不可以扩厂或增加投资的。那其实雷蒙多这一次这个宣布哈，其实它有法源依据的。这其实在2022年我们讲的拜登签署的晶片与科学法案，它是众议院草拟，它在 Intel 不断的去推升，好，然后在众议院终于推升出这个晶片与科学法案，就是拜登口中给我完成的该死的法案，就这个哈。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除了
补贴527亿哈，补贴这个国外的晶片厂商在美国设厂之外，还有成立一个所谓美国基金哈，晶片基金4大基金。那这基金里面就有一个规定是，你拿了这个美国联邦政府补贴的，你10年内不能在中国制造晶片啊。这点是这个法源依据，所以雷蒙多他这次宣布的等于是依法行政啦，就是要走了啦。对，要走实施的措施跟方法。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要用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美中之间从商务、财政跟各方面似乎有春暖花开的感觉。我这样讲啊，其实我们看得蛮清楚，就是其实现在他们成立商务部在雷蒙多访华的时候，也成立一个所谓工作会议。我们之前有讲过，他曾经要有2个副部级会议，有2边的副部长，当然是王受文跟 Don Grave， 接下来每年要进行对商务的磋商。今天这个新闻又出来了，财政部还有金融方面，他有成立工作会议所以代表说美中2国的高层现在对一些金融的东西、财政的东西商业往来的东西要开始沟通。为什么？这点我们要看的是非常重要的是，在搭配这个加耕者现在有些公司似乎可以接受中国加耕者的出口那我们就很简单，就一个框架来看，就是其实美中在这个竞争底下，他们想恢复一些往来，必须有人先递出橄榄枝。那其实递出橄榄枝这个在学理上就有的。我们在讲在这种囚徒困境，大家讲囚徒困境的时候，大家都是互相背叛。但是你在多次性的囚徒困境，我们讲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最好解决多次性囚徒困境大家都不合作的最好方案。这个是美国有学者他们提出来的Robert Axelrod， 所以他认为说，假如有一方先递出橄榄枝，那接下来合作有可能会慢慢稳定，趋向终极合作。这是学理上。但是我们看这一次，如果美中之间成立对话小组，接下来加耕者似乎可以出口，那似乎在美中之间贸易上面会慢慢的有一点春暖花开，让2边回春的感觉。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他们2边因为都有国内的经济的问题，美国现在虽然我们讲通膨慢慢消失结束升息不会再可能。中国里面我们讲它可能通缩有通缩的问题，但是这几个月的CPI 慢慢在回稳，所以他们说如果把拉长时间看，通缩可能也不是很大的问题。那假如这样子的话，美中之间如何在维持现有的经济上面继续往前推进，2个强权的合作势必很重要。所以我还是要讲，接下来我们还继续密切观察美中之间在这个互助上面或合作上面有什么可以看的观察点。美国之后，我们来看看日本。日本跟中国的关系，当然现在为了这个福岛核废水的排放冲突非常的严峻。结果呢，日本有个足球队去参加中国这里当地的比赛，产生了一些很冲突的画面民众在当地烧日本国旗啦，然后大骂日本这个球员啦等等的。甚至高举海洋在哭泣的布条，在所有比赛过程当中，的确，这个双方的民族情绪对于日本来讲是有很大的压力，这个仇恨值非常高。所以呢，来看看大陆的水产品禁令继续冲击。北海道现在做的做法是什么呢？10万份干贝免费送到日本学校去当营养午餐，不知道是卖不掉，还是真的为了做公关行销宣传啦。这个费用就高达了1亿日币。那么有出自一个被害基金预算来进行评估，来让学校免费吃。那重点是你要吃的安全不然学校免费吃，学童吃到了不是更不安心吗？那再来还有日本零售商还在香港推销日本海鲜，中国全面禁止出口进口香港可以吗？到从北海道、大阪这些地方空运到香港之后，经辐射检查完然后开始免费提供，9月份开始免费提供来自北海道的扇贝样品，听起来好像蛮不错的，会不会引起另外一种不一样的销售模式啦？但是日本无论如何，他寻求盟友，还用尽各种方法，包括在美国的国会大厦摆满福岛寿司宴请议员，里头有日本酒、鲈鱼、比目鱼、干贝，用美食想要征服大家的言论。那么日本外交部的副发言人说，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希望他们表现得像一个大国。所以岸田文雄在联合国大会里头，不是也有一些这个跟中国方面表达相关议题的不愉快嘛？回到日本之后呢，他的对媒体的回应就是说，现在日本当前的课题就是对华外交。11月马上登场的是 APEC 首脑会议，2个人这个能不能好好的对话尤其10月23号马上就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生效45周年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让中日解决像现在很严峻的这个核废水的问题？重点是它有没有可能停牌嘛？还有面对大陆制裁之后，日本到底怎么做？现在变成是前硬后软啊，前面好像很强硬，我们非要硬干不可。但现在呢，似乎在没有提到联大演说没有提到福岛核废水的这个污水排放计划之外，被质疑就是怕刺激中国吗？那现在有一些现在喊着希望能够见面，最重要的问题是对华外交，是不是代表他也希望跟中国把这个问题割下来一点啊，免得影响到冲击到的是当地的渔民的生计的时候，他的选民调啊、选情啊，都大大的受到了冲击。委员，日本的零售厂商都懂得说，把北海道的水产品运到香港去卖，找香港的机构来做这种辐射检查，证明他们没有问题。那请问你日本政府不会找香港的相关机构、大陆相关机构、俄罗斯相关机构去检查你福岛排废水，不就解决了吗？如果检查结果也没有辐射问题，那你再来讲说，中国里面有大国风范，那这个讲有道理啊。但是你不是你不让他检查，自己偷偷摸摸怎么检查，没有人知道。然后呢，你这不让他检查，你是大国风范吗？你偷偷摸摸当小偷才怕人家查嘛。你如果大大方方，我开放全世界任何人想查都到我这边来，那我岸田文雄喝这个水给你看，那才叫应有嘛。顺便把那个美国驻日本大使那个艾曼纽也一起来喝，还有送一大罐给拜登喝，那不就没事了吗？伴手礼辐射水，对啊，福岛水就好了，不好意思，核污染水处理过的处理水，这样可以了吧？好，你又不敢，所以我觉得讲什么大国风范，大国就要有大国的气度，不怕人家检查，我光明正大才叫大国嘛。所以你堂堂的日本政府输给一个日本零售商，你在干什么啊？你是很莫名其妙再来我也建议大陆的朋友在反对日本政府的核污水不要去波及这些职业运动球员，因为毕竟他们也是老百姓，日本老百姓也不赞成日本政府的做法嘛所以你烧日本国旗我没有意见，你去挂看板海洋那哭泣，我觉得蛮好的。那你去骂日本的职业球员干什么？我们也要大国风范我们在处理事情要有一定的一个节制这样真的不好啊。至于这个岸田文雄可能学乖了，前一段时间中日建交的时候还不吭声好像要庆祝，好像是很丢脸的事情，怕美国生气那怎么办？现在人家禁止你卖水产品，你就开始讲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日中和平友好条约45周年是吧？这是真的不打耳光学不乖那还怕刺激中国？你不是在什么集团体上猛在讲说核污水、核处理水多高干吗？那怎么联合国在下人更多190国，你就不好好宣传一下？我就不讲了。对，是阿塞德见习近平他是什么？他是那个《悲惨世界》里面的孤儿。我们讲的《悲惨世界》是雨果很有名的戏剧我们中国叫什么？叫什么什么儿的一个流浪儿但是我们都叫悲惨世界，在台湾都叫悲惨世界孤纯双城不是是孤雏什么孤雏类，孤雏类，他真的是孤雏类啊！美国在2011年发动阿拉伯之春，他是唯一活下来的。你看，当时发动阿拉伯之春，所有的现有的政府机制哪一个不垮台？利比亚、突尼西亚通通垮台啦，伊拉克通通垮啦那个谁，反正那个最专制、最独裁的沙特阿拉伯没有垮，阿联酋一点民主人权都没有的，也没有垮。那所有一点的半民主，又有点不太民主的，他认为所谓的威权政府的，通通垮。唯一没有垮的就是阿塞德。那阿塞德当然跑到中国来求救为什么？现在要战后复原要战后要建设啦，没有他还不行科威特的王储也是一样差一点也是在杀那个什么阿拉伯之春被搞垮因为他毕竟没有沙特那么强壮，还好他有沙特在后面跟阿联酋在后面撑着那这些国家当然也不得不表面上说不要得罪美国，要不然来个阿拉伯第二次之春他们也受不了那现在跑到中国来，因为中国不干涉别人内政嘛，你玩你自己的纳坦雅胡是最敢跟美国呛下的人，不过不是纳坦雅胡是川普的好朋友，但是拜登的死对头，所以以色列跟美国这一对冤家不知道怎么玩的这个游戏，我们就慢慢看下去吧。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回来，日本核污水的问题当然影响了全世界哦。那日本自己国内冲击更大，整个对外的销售海鲜大受冲击。你看看日本人对他的核污染的食物，他做些什么事情？给学生吃这个北海道的扇贝，你以为是卖不掉给学生吃吗？他是做一个反面的这个潜台词，我连我自己的血统都敢吃，是不是安全？我的领袖饭田首相也吃，还送到美国给参众议院吃。美国的大会，这三个大厦分享。对，这三个连起来就是说，我背书认为这些海鲜没有问题，这是死不认错的做法。其实他还可以做一招。台湾不是很多癌症病患开完刀要做化疗吗？对不对？那日本应该开放辐射温泉，喝辐射水，吃辐射海鲜。你不是等于在做化疗，从里到外。交给官员们。这个东西我这是打趣他的。他的第二个我讲这个来的这个阿塞德，阿塞德是被美国这个国家啊，是阿拉伯之春，搞得每个中东很多国家在内乱的打仗了。阿塞德是靠苏联支持才活下来的。那阿塞德活下来，它里面内战为什么打那么激烈呢？里面有孙尼派的，也有什叶派的阿拉伯人。那这些伊朗支持的是什叶派的，阿拉伯沙烏地支持是孙尼派的，所以这个边一直动乱不停。什么时候开始阿塞德稳下来的？中国大陆把与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两个握手言和，那就代表什叶派跟孙尼派的这个斗争已经平息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阿塞德这个政权才算稳下来。稳下来就要考虑战后复兴。战后复兴有资金的是中国，有技术的是中国，有材料的是中国。他不这个时候不找习近平找谁啊？所以这样看哈，美国在外交上的作为逐渐失掉很多盟友。你看中南美洲遭到华盛顿开会，分不到什么利益。南太平洋人家准备接见你拜登来啊，什么都做好了，结果他不来。这一次中东5个国家在G20利用开会的空隙时间，又把人家几个总统找来训话，你是垂询啊！所以你在比中国大陆的外交，我在西安一个一个接见，我所有的部会首长跟你的部会首长就在准备签约，这个是有吃的、有喝的、有拿的，这种交情跟你说遭去被训一顿，哪个说好了？你看中东每个国家，中东每个单独接见呢，你拜登都是把人家当学生一样坐那里训话，所以这个东西，美国这个老大不堪的这个心态啊，我看失去很多盟友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日本根据美国的相关政策，加上这个核废水的问题，现在国内倒是还烧不停。日本核废水沸沸扬扬，现在连美国驻日大使易曼纽或艾曼纽加进来一起帮忙讲话，他真的是美国啊帮助日本的驻日大使哈。他讲什么？他一开始讲说他在之前在那个 X 就是推特之前的前身就写了，他说中国啊，你不要讲那么多啊，你们之前那么多高官消失啊，什么李尚福消失、秦刚消失，到底怎么样？他试图用烟雾弹来化解这个。然后呢，白宫就说，请你不要再讲太多，因为这个快进入到战狼模式了哈。因为战狼外交现在不是只有中国这个可以有，像美国的战狼外交也出现了，所以白宫说你就要少讲一点。结果他不听啊，他说那我要继续讲。他说你们中国口口声声说要进日本的水产，结果你又在日本的经济海域捕鱼，是什么意思？哇，这个战狼这个非常厉害哈。那当然，如果大家仔细看到，他跟这个岸田哈也一起曾经享用过这个生鱼片大餐，所以这位驻日大使啊，他们当然外交人员啦，充分的做好自己的工作没错，但是感觉有点战狼哈。